大家好，我是戴着口罩、眼睛起雾、拿着话筒、拿了3片片，最近不小心瞟了一眼某卫视热播剧，由黄轩、佟丽娅主演的公关题材职场剧《完美关系》，一看豆瓣评分都跌到4.0了，感觉要是不吐槽一下，我浑身难受。第一眼看介绍我还纳闷，公关题材职场剧怎么现在男公关这个行业都已经可以光明正大的拍出职场剧了吗？后来才知道这个公关是指公共关系，就是那个 public relations。我们的男主魏哲就是一位金牌独立公关人，剧中他接手的第一个危机公关案例是老百姓们喜闻乐见的男明星出轨事件，说是一个叫曹某金的名嘴大腕和一个18线小嫩模大白天去酒店切磋床技，结果衣服还没脱呢，两人正在楼下亲嘴的视频就被传到了网上。这件事他能怪我吗？要怪就得怪我平时那个好男人的形象，那是根深蒂固啊！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为名所累。其实我跟那小模特，他不就是玩玩？呸！按理说，照这个情况，普通公关团队应该第一时间撤热搜、发声明，再找粉丝控评、捐款、卖惨、洗白微博到处转，这事儿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魏哲岂是普通的公关？他可是金牌独立公关人（括弧现实里没听说有这种独立公关人）。之前魏哲化身福尔摩斯，在酒店附近调查取证，再通过查 IP 地址找到了发布视频的人，终于查清了事情的真相，并告诉了男明星的影后老婆。我调查过了，这一切都是那个小模特设的局，找人偷拍，把视频传到网上，都是他干的。合着你们花了2天时间查出的真相，就是想告诉人家老婆，你老公不仅人品不好，脑袋还不好使，还能让小三给摆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但他活该被这样的女人算计，只能说明耿月不仅滥情，而且智商很低很蠢。我来是想把事实跟你说清楚，而且我也希望你不要因为耿月的一次错误否定了他的全部。照编剧的意思，是不是说不能因为看到男朋友到处撩妹就心怀不满？兴许那真是他妹呢？也不能因为男朋友打了你就想着分手，兴许他只是因为快考试了压力大呢？更不要看到医务工作者们没有物资就讨伐红十字，兴许他们真的是人手不够分配不过来呢？理解的小伙伴请把理解打在屏幕上。魏哲的一顿嘴炮下来，不仅没有缓和两人的关系，更是让影后铁了心要离婚。不得已，魏哲只好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他提醒影后，只要你们俩离婚，代言广告全部搞砸，财产股票直接拉胯，夫妻人设瞬间崩塌，心态爆炸，只能回家。一听说离婚还要分家产，影后立马吓破胆，赶紧表示这婚我不离了。最后两个人就一个下跪认错，抽自己嘴巴子，一个当然选择原谅他。这件事就在这样其乐融融的氛围下完美落幕。个屁啊！整件事情魏哲到底干了些啥呀？花了2天时间找到那个偷拍视频的人，可也没起到任何作用啊。最后还是靠分析利益损失阻止了两人离婚，但却平白无故的让事件发酵了3天。危机公关黄金24小时懂不懂？现实里这么搞，明星早凉透了。而且这都2020年了，离婚分家产这种事儿不应该是常识吗？影后老婆会想不到后续的损失吗？还用他来提醒？我跟你说，我去明星反黑超话里随便拉个粉头，都能比他这个金牌独立公关人处理得好。说完了男主魏哲，咱们再来说说女主江达林。她在澳洲留学，毕业之后就留在国外做了一名房产中介。这天达林正在休假，老板死活非要点名让她来一起接待客户。我寻思这肯定是个非常难缠的客户，而江达林肯定是个业务能力超强的中介，不输房子井的那种。结果你们猜怎么着？达林来了不到5分钟，就把这单子给整黄了。事情是这样的，达林知道这栋房子的前主人在浴室里自杀了，他一看客户还是咱们的华人同胞，就不忍心让他买这个凶宅。其实我也能理解，编剧不就是想表达女主善良吗？可关键达林的老板压根就听不懂中文，所以你直接跟客户说清楚不就完事了？可他是怎么做的呢？什么？浴缸我知道，挺漂亮的。你嗓子疼是吗？就算不方便说话，你也可以发短信啊！非要跟大宝贝比谁眼珠子瞪得大是吗？最后达林非得当着老板的面说出了实情，导致让老板看出来是他的锅，立马就把他给开除了。该啊！失去工作的达林陷入了迷茫，天下这么大，何处是我家？事业不可怕，起码还有妈。于是他在亲妈的安排下，回国继承了亿万家产，出任了一家公关传媒公司的总裁。达林也有自知之明，自己1没资历，2没经验，3没人脉，他妈为什么要费劲让他当这个总裁呢？你爸爸当初给公司起名叫达林传播，就是想有一天你能接他的班，只不过现在这个时间提前了而已。本想以影视解说 UP 主的身份跟你们相处，每次辛辛苦苦的跟你们要一键3连，可换来的却是弹幕里无数的下次一定不装了。其实我姓支名富宝，马云爸爸还等着我继承家产呢。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女主稀里糊涂的当上总裁之后，我本以为达林的亲妈好歹会在背后出谋划策，或者找个信赖的心腹帮帮自己闺女，让她在强敌环伺的公司站稳脚跟。可没想到在后续剧情中，他除了告诉闺女公司有内鬼之外，是啥也没干，还真就放心把一个年营收过亿的公司交给毫无经验的闺女了。对于这样的妈，我只想说，哎，怎么还有点羡慕呢？走投无路的达林在机缘巧合之下跟魏哲组队，帮一个著名游戏公司处理公关危机。这个游戏公司的一个程序员在国外度蜜月的时候，公司还让他加班改 bug， 最终导致这人心脏病突发猝死。可公司老板死活不承认他是过劳死，也不愿意赔钱。
事情越闹越大，玩家纷纷卸载游戏，公司员工也闹着要离职。而男女主角终于在事情发生的半个月后，想到让游戏公司发声明正面回应这件事。这都半个月了呀，死去的程序员头七都过完2轮了。如果说这些还可以接受，接下来俩人的操作直接触碰到了我的知识盲区。本来他们已经跟程序员的妻子谈妥了赔偿条件，就等着他去跟公司签字，公司拿出40万抚恤金就能皆大欢喜。但达林又拿到了程序员的工作日记，发现人家确实是顾老死。之后他把日记转交给了公司老板，老板看着日记，又看看公司员工们拍的视频，想起了创业时的点点滴滴，当时就流下了热泪，决定重新按照程序员妻子的要求进行赔偿。于是原本40万的赔偿金翻了5倍，变成了200万。前几集死活不赔偿不道歉的老板，看了一本员工的日记就转性了。我严重怀疑达林给他看的不是工作日记，而是死亡笔记，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3天之内杀了你。这部剧偏偏看到第9集就实在看不下去了，男女主人设实在是不讨喜，男主全程一直在玩高冷装逼抖机灵，拽得跟个258万似的。黄轩你浓眉大眼的，怎么也开始冒油了呢？有网友朋友夸我长得帅，谢谢你哦，被你看出来了。但是呢，你要再仔细观察观察我到底帅在哪里，不要总是发你很帅，你很帅，你很帅，一点新意都没有。有人觉得我不够帅，我猜你一定是个男的吧，哥们儿，不然你不可能 get 不到我的帅点呀。回去问问你的女朋友，魏哲究竟帅在哪儿？魏哲作为一位顶级公关人，有着自己的一套魏哲法则，说什么理性冷静，速度第一。明星出轨事件拖了3天才发声明，程序员的案子更是拖了大半个月，这速度也是没谁了。还有一条更逗，说要全力维护客户的利益，坚持客户至上。结果他的助理见了客户就怼：我请你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你们都走了，我怎么办？闭嘴，待着。还有下面这段，我相信从事公关行业的朋友们看到了，男人能给气出妇科病，女人能气出个前列腺炎来。你平时不挺能说的吗？现在笨得跟猪一样。你骂谁呢？你助理骂我，你这个龟孙，你少走呢是吧？你动我一个试试啊！坚持客户至上，理性冷静。至于女主江达林这个傻白甜就更不用提了。虽然在剧里的设定是公共关系学硕士毕业，但她自始至终没表现出一点专业素养，就一个几百字的声明也不会写，还要大半夜跑到男主家求人帮忙。更骚的是，因为闺蜜把男朋友带回了家，她不方便回家过夜，但是她也没有选择住酒店、住宾馆、住民宿，或者去网吧、澡堂子对付一宿，而是选择睡在了男主家的楼道里。编剧你为了给男女主这的机会真的是煞费苦心啊，什么诡异的脑回路都用上了。9集看下来，女主的信条就是能力可以不强，做人必须善良，老板不重要，客户也不重要，良心过得去就行。可能有些人觉得女主始终站在正义的一方，好像也没错啊。然而这是一部职场剧，我觉得职场剧让人能看得进去的基础，首先就是要表现出某个行业从业人员的专业性来。作为公关，你可以背地里骂你的客户是渣男是笨猪，但哪有当面骂的呀？完全没有一点职业素养。拿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日本职场剧《胜者即是正义》来说吧，男主顾美门为人刻薄贪财重利，然而无法否认，顾美门确实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律师，他的原则就是收钱办事儿，帮委托人打赢官司，人物形象非常的真实，真实到让人讨厌不起来。反观这部《完美关系》，只不过又是一部披着职场剧外衣的圣母玛丽苏和霸道总裁的爱情故事罢了。最近几年这类剧特别多，什么翻译官、谈判官、创业时代、我的真朋友、精英律师，都号称自己是国内首部某某题材的职场剧。我感觉我要拉上老刘、老张、老怪、木鱼、阿斗这帮人自编自导自演，也能整出一个国内首部影视解说题材的职场剧。想看的小伙伴们，请把想看打在屏幕上。最后我决定以后每吐槽完一部烂剧，再捎带手推荐一些可能相对小众的同类型好剧。如果大家对危机公关题材感兴趣，不妨看看美剧《清道夫》，现在出到了第7季，评分已经飙到了9分以上。而日本的职场剧，除了前面提到的《胜者即是正义》，再推荐一部重版出来，讲的是漫画杂志编辑和职业漫画家的故事，没有什么狗血爱情，只有满满的温暖治愈。听说国内已经买了版权，马上就要翻拍了，大家抓紧时间去看原版吧。今天就聊到这里，拜了个拜。